治理是从好管家开始。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卓越管家。上次呢，我们分享了圣经当中关于11奉献的教导。若是你还没有看过那一集的话呢，你可以点右上方的那个连结哦。箴言26篇第2节那里说，麻雀怎么样飞来飞去，燕子怎样翻飞，照样无故的咒诅也不会临到人。这节圣经呢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一个咒诅它不会没有理由的随便临到一个人的身上。所谓事出必有因，除非是有原因的，咒诅才会降下。你要知道，祝福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有着非常真实的影响力，然而咒诅也是一样。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，祝福和咒诅是取决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做的选择。这个真理最活生生的例子就是，当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早已经在几百年前就应许他们要得地为业。现在当他们被神拯救离开了埃及，并且在旷野流浪了40年之后，他们就要进到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土地。高大城墙的耶利哥城是他们第一个要打下的城市，然而对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能耐。然而靠着神所给他们的策略，他们超自然的攻破了耶利哥城，并且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享受着空前绝后的胜利。神给了以色列人非常严格的规定，就是整个城市所有的一切都要毁掉，以色列人什么都不能够拿，城中任何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属于他们的。神说一切都要毁掉，因为这是初熟的果子。耶利哥正是应许之地所有丰盛的11奉献。然而却有一个名叫亚干的人，他被试探，而取了当灭之物，就是一件衣服，还有一些金子和银子，并且把这一些藏在他的帐篷的里面。在征服了最强大的耶利哥城之后，约书亚马上去窥探一个只有3000人的小城，叫做爱城。他心想说，这么小的城应该很容易攻下吧，也不像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会去寻求神，没有领受任何从天上来的策略和方法，他就直接派了一小支军队去攻打。结果他们被打败了，有36个人被杀。但仔细听好哦，这36个人当中并没有亚干。当他们战败回来的时候，约书亚在悲伤的当中俯伏在神的面前，他就问神说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耶和华说，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。约书亚完全搞不懂他们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得罪了神呢？神就说，是因为有人拿了当灭之物。他们就用抽签的方式发现是亚干所做的。亚干呢就承认了他的罪行，接着会众就把他还有他的一家都用石头打死，并且焚烧了他所有的一切。然后神就给了攻打爱城的新的策略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攻下了爱城，这使他们对神充满了一个全新的敬畏。约书亚明白了，若是他要在应许之地继续的得胜的话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。我要告诉你，若是你进到我家，你偷了我的音响、冰箱、电视、电脑和我的衣服，然后你隔天来到我面前，请我要祝福你，或是送你一个礼物，你真的是疯了。任何一个正常人碰到这种荒唐难以置信的事情，不打你一顿，把你赶出去就不错了，怎么可能还会要送你东西或是祝福你呢？然而神让我们看见，不把当纳的11给神的人正是如此。神说他们是抢夺，他们是窃取神的，他们把属于神的紧紧的抓在手上。马拉基书3章第9节那边说到，你们要受严厉的咒诅，因你们全国的人都抢夺了属我之物。11永远都不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们收入最先的1/10是属于神的。身为一个成熟有 sense 的人，你很难理解怎么会有人一方面期待神的祝福，可是一方面却又抢夺那属于神的呢？耶利哥城的信息是非常明显的，
当我们在十一上面不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邀请了咒诅进到我们的生命中。而咒诅这个邪恶的力量会在许多的层面带来偷窃、杀害和毁坏。若是该11给神的钱还是存在你的银行账户里面，在那一笔钱上面的咒诅就会流到其他的资产上面，直到1毛都不剩。若是该11给神的，你却用那笔钱来做生意，你的生意会成功，甚至存活的几率，让我告诉你一定不高。相反的，若是你的11奉献给神的话，进到神的家中，那笔钱就会成为祝福。这蒙福的1/10，若是从你的银行账户来的，或者是从你做生意的投资，或是你的事业而来的，不管源头是哪里，这个祝福就会流进到那个领域。11呢，会使另外的90%也分别为圣。而让我告诉你，神会亲自祝福他所分别为圣的。神的祝福非常的强大，你会发现好像你只出一点力，但是神会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回馈。然而咒诅也是一样的强大，你可以出很多的力，可是你得到了很少，甚至没有任何的回馈。在祝福的当中，你会事半功倍；在咒诅的当中，你会事倍功半，甚至你可能非常辛苦的付出，咒诅就会使你什么都得不着。让我告诉你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他绝对不是模棱两可。我告诉你，不是天堂就是地狱，不是光明就是黑暗，不是祝福就是咒诅。当我们抓住应该是属于神的，我们就是抓住咒诅；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，献上我们的11，我们就是进到他极大祝福的应许当中。耶利哥城的故事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只是要对我们自己负责，我们也要对整个群体来负责。11不只是只关乎我们自己，也是关乎神整体的百姓。你看哦，亚干一个人的罪，使整个国家在爱城就被打败了。若是我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甚至是全台湾的基督徒，都将11带到神的殿中，我们将会看到祝福，它会以前所未见的方式临到神的百姓。我们将会看见灵魂的丰收，教会增长，众教会和世代的合一的程度将会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这是神所看重的，也应该是我们所看重的。因为神他一点都不想要看到我们经历到咒诅，他是乐意大大祝福他百姓的那一位，不是吗？我要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卓越管家。你若是喜欢今天我所分享的，欢迎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出去。就是你听完有什么样的感想的话，也请留言在下面让我们知道。另外，如果你对于11奉献有任何的问题，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板上面提出来，光哥会尽可能的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哦。我要告诉你，成为一个卓越管家是一个旅程。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。